多人莫名遭人爆头，现场塔罗牌暗示更多凶案，警察却意图隐瞒连环真相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每周奇案。片尾彩蛋有推理谜题，你能解答吗？答案下期公布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让我带大家穿越到2003年故事的开始。2003年是马德里警方最忙碌的一年，在短短2个月内，该市就发生了30起谋杀案，这些都是不同嫌疑人犯下的互不相干的案件。唯一的例外是发生了一系列连环谋杀案，因为这起案件的特征非常明显，有一个共同的证据，现场留下了塔罗牌，凶手把它留在了受害者尸体的旁边。然而警方在过后很长时间才承认，有那么一个疯子在马德里不停地犯罪。2003年1月24日，天气晴朗，很多马德里居民在户外享受温暖的阳光，其中包括50岁的胡安·弗兰西克斯，他正在和2个儿子一起散步，他们碰到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衫的陌生男子，此人站在路边一动不动。胡安与儿子从此人身边路过，陌生人跟在他们后边大声问好，胡安转过身对陌生人微笑着点点头，而这个穿着运动衫的男子快速地来到胡安的身边，强行将他转过身，面对街边的房子的墙壁，强迫他跪了下来，之后朝他的头部射击。就这样，胡安·弗兰西科斯倒在了血泊中，他的儿子惊讶地看着他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人们跑到哭泣的孩子面前时，凶手已经消失了。一位女士问孩子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孩子哭泣着重复道，我爸爸摔倒了，已经不会动了。这起案件让警方感到困惑，胡安·弗兰西斯科并不富有，没有仇人，那谁会想要他的命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难查清，调查陷入僵局。50岁的胡安谋杀案与其他悬案一起被搁置了。2003年2月4日，在胡安谋杀案发生2周之后，凶手再次出现。这一次，28岁的机场工作人员胡安·卡洛斯成为了受害者。凌晨3点，卡洛斯刚下班，他正步行到郊区的一个公交车站等车回家，忽然一个黑色的男性身影不知从何而来，出现在他的身边。这个陌生人拿出枪，同样射击了卡洛斯的头部，冷血地杀掉了这个可怜的人，之后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中。凶手的作案手法和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弹壳型号，让警方推测杀害胡安·卡洛斯和胡安·弗兰西克斯的凶手是同一个人。然而，他选择受害者的依据是什么？也许他是在寻找移民，毕竟这是2个受害者唯一相同的地方。但警方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了，凶手领先一步，再次出手，杀了2个人。这2位是马德里市本地人。2月5日，凶手闯入当地的一个酒吧，随后用枪指着一名年轻人的头部。这位年轻人是该酒吧老板的儿子。当场射杀男子后，他将注意力转向了2个女人，他们惊恐地待在吧台前，一个访客和酒吧的老板。他一枪打死了一位女人。酒吧老板快速蹲下身子，试图爬到办公室门口，但他没有成功。凶手追了上来，朝他的后背开了一枪，然后用力踢了他几脚。老板一动不动，凶手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就离开了酒吧。但这次他错了，酒吧老板幸存了下来，这也让他之后在法庭上能够发表讲话。然而，这并没有让警方离抓捕罪犯更进一步，他们仍然没有任何严复的证据，只有对袭击者外貌的模糊描述。这种描述出现在幸存者的词语中，与每一个西班牙人都相对应。然而，在重新审查胡安·卡洛斯遇害现场时，警方找到了一个小线索：一张塔罗牌放在地上，图案是一个杯子。这和这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呢？也许这张卡片是凶手留下的特殊信息，这难道是凶手对社会说话的方式吗？警方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结论，但记者们很高兴抓住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证据。通过这个小小的证据，记者们开始创造自己的新闻版本，了解罪犯的身份和他们追求的目标。媒体称这个疯子为塔罗牌杀手，并将其描述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。每天都有新的可怕细节和奇怪的动机被媒体曝光，这导致整个马德里市都处于恐慌之中。当地居民感到害怕，更愿意待在屋里。每个邻居都觉得出门就会碰到塔罗牌杀手。2003年3月，塔罗牌杀手出现在马德里北部的街道上，他试图杀死一对走在街上的夫妇，在向男人的头部射击后，塔罗牌杀手打算对付旁边的女人。女人蹲下身，用双手抱住头部，开始祈祷，但凶手的枪卡住了，无法射击。听到凶手重新装弹后，女子确信自己将是下一个受害者，她整个人都已经被吓懵了。然而不知多久之后，
当他抬起头，犯人却消失了。塔罗牌杀手因为无法射击，迅速逃离了现场，留下了目击者。但即使在他逃跑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忘记把塔罗牌丢在尸体旁边。幸运的是，男子并没有丧命，他被送到了医院，抢救了回来。他看清了凶手的样貌，西班牙人，20到25岁，皮肤黝黑，身材高大。2周后，另一对夫妇成为了塔罗牌杀手的受害者。死者在郊区被发现，他们的身体旁边放着2张塔罗牌。从犯罪现场发现的塔罗牌来看，这个疯子不会停下来，至少在他的塔罗牌用完之前。由于警方无法在短时间内追查到这个可怕的连环杀手，西班牙政府敦促居民提高警惕。忽然间，这一系列塔罗牌谋杀案停止了。塔罗牌杀手3个月没有作案之后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多·加兰的25岁男子，在醉酒的状态下来到警察局自首，称自己就是塔罗牌杀手。当然，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他，警察以为这是一个醉鬼的胡闹行为。但负责塔罗牌谋杀案的调查员还是决定问阿尔弗雷多一些小问题。这些细节的问题，警方并未透露，甚至在报道中都没有提及。这些问题只有真正的塔罗牌杀手才知道答案。留在现场的塔罗牌背面是什么图案？阿尔弗雷多快速地回答道：蓝色墨水点。bingo， 他答对了。阿尔弗雷多·加兰1978年出生在马德里南部的一个小镇。尽管他的家庭很贫穷，但是男孩的童年生活还是很快乐的。在阿尔弗雷多9岁那年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这一突变对阿尔弗雷多的影响非常巨大，他变得孤僻，不愿与人交流，回避同学，没有朋友。阿尔弗雷多在军队服役期间被派往波斯尼亚战场。2002年，西班牙加利西亚海岸发生了漏油事故，一艘装有 7.7 万吨燃油的轮船沉没了。阿尔弗雷多被派往那里清理对环境的污染。他对领导层派他去加利西亚的决定非常的不满。在艰苦的条件下，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。阿尔弗雷多与同事的关系非常的糟糕，经常和周围的人吵架，对老板也非常的不尊重，甚至他还偷过车。在那段时间里，阿尔弗雷多开始大量的饮酒，最终他被送往马德里的一个军事医院接受神经疾病的治疗。随后他被允许退伍。回到家乡的阿尔弗雷多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，但他完全无法适应平静的生活。很快，阿尔弗雷多就恢复了他的恶习酗酒，并同时服用精神科医生给他开的药物。这样的做法进一步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，并将他推向了罪恶的深渊。2003年1月24日，阿尔弗雷多像往常一样坐在家里看电视，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，不知道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。这个疯狂的想法让阿尔弗雷多兴奋了起来，他随后拿起了枪，开车去到了马德里市中心，在那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受害者胡安·弗朗西斯科。其实阿尔弗雷多并不在乎这个人是谁，目标不是指定的，他要的是谋杀本身的这种感受。正如阿尔弗雷多后来承认的那样，他喜欢向受害者的头部射击，当然他想再次体验这样的感觉。现场留下塔罗牌的想法其实是记者提出的。在胡安·弗朗西斯科遇害现场发现的那一张印有杯子图案的塔罗牌，其实并不是阿尔弗雷多留下的，而是别人不小心掉的，或许是被风吹过来的。但出于某种原因，警方和媒体都将这张塔罗牌与凶手的身份联系了起来。阿尔弗雷多看了报纸后觉得非常喜欢这个创意，因此在进行下一次犯罪时，他开始随身携带塔罗牌。阿尔弗雷多还谈到他犯罪生涯的变化，他承认自己非常的怕热。在第一次作案时，阿尔弗雷多穿着一件运动衫，并用其他东西遮住了脸，这样就不会暴露身份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气开始热了起来，阿尔弗雷多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伪装，因此他决定暂停作案，等到秋天再继续。这个夏天，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无聊。阿尔弗雷多后来多次表示，他自首的原因是因为他厌倦了警方的无能。在塔罗牌杀手连环案的审判中，阿尔弗雷多最终还是改变了他的证词。他声称受到了一个新的邪恶组织威胁，这个组织强迫他去谋杀更多的人，但陪审团和法官都不相信这个故事。最终因谋杀6人，3起谋杀未遂，阿尔弗雷多·加兰被判处有期徒刑142年。听到这里，你肯定觉得这个恶魔已经绳之以法了。然而，根据西班牙立法，罪犯被监禁的期限上限为25年，因此他将于4年后，也就是2028年获得释放。届时，一个恶魔又将重返社会。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
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年轻的女人租了一套单元房居住，不久女人不见了，只剩下那个男人过着悠闲的生活。邻居们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女人。派出所的警察感到有些蹊跷，便向这个男人询问女人的行踪。男人说，那个女人觉得这里的生活无聊，已经外出旅行去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然而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话，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被这个家伙杀害了。于是警察在暗中对这个男人监视了2周后，断然对其住宅进行了搜查。但遗憾的是，没有发现女人的尸体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。那个女人确实失踪了，她的家属委托了一个私家侦探出面调查。这位私家侦探听取了当地警察对男人实行监控及搜查的情况，归纳出以下几点：一、此人很少外出，因外出时有警察跟踪，但没有发现他有将尸体转移到别处。2. 这2个星期以来，此人每天在阳台上锻炼身体。3. 此人可能是素食主义者，他仅仅去买青菜，再买些盐。可是搜查的时候，他的厨房里却摆着几瓶做肉菜的调料。这位私家侦探很快就看穿了可怕的案件真相。你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失踪的吗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周5评论区公布。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